唐泽，我刚调过来，睡着了。菲菲，我想跟小妍单独聊几句。我去帮你买瓶水。慢性粒细胞白血病，骨髓移植的最佳时期是在慢性期发病的第1年。你在这个时候非要嫁给何雨辰，是因为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原因，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是医生。我相信医生会尽可能的控制想想的病程，但是关键的骨髓配型还得靠我自己。骨髓配型我也可以帮你找，帮你联系，可你不能委屈自己跟那样的人。我不敢的。你让我怎么看着你跟那样的人在一起？是我不好，我应该留下来照顾你，照顾孩子。我不想再提当年的事了。如果我当年没有走，你的人生绝对不会是这样。我愿意为你和孩子负起责任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孩子，原来孩子爸爸真的是他。我说过，这些都是我的选择，都是我选的，所以过程和结果不管是怎么样，我都要接着。我不信靠我自己改变不了我的命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放手。那这样，我先去看孩子，我给你时间考虑。不能让他知道想想的病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跟踪我？怕我来打扰到你们是吧？你听到什么了？你怕我听到什么？你怕我来找你前任麻烦是吗？孩子是他的吗？还好他没有听到想想的病情。你默认了。那我之前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？这是我的隐私，你不需要知道。对，我不需要知道，我只需要在这3个月里面做一个不闻不问的工具人，是吗？既然是合约，在合约期内，你为什么把他带回家？你想让他看到你有多狼狈，想拿我来报复他。他抛弃了你的孩子，你对他念念不忘，就用我来气的是吧？何雨辰，你够了！我没有耐心陪你在这里发疯。你赶紧走，不要做任何合约之外的事情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做合约之内应该做的事情。干什么？放开！何雨辰，我警告你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！警告我不准碰你！你合约上写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啊！何雨辰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再这样我就……我
疯了？我有你疯吗？你花1000万玩契约游戏，不就是为了气你的前男友吗？何雨辰，我提醒你，这场契约游戏是你签了字的，怎么玩是我的事儿。我同意，是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第3个人存在。不言，就算是假结婚，那也是2个人的事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没有第3个人的存在。现在可以放开我，让我回医院了吗？没有，你还想回医院啊？你还想回去找他是吧？你不是想还孩子吗？我让你还，我帮你气他。世事变化无常，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？如何能不设防？是否可以原谅？深爱的人都在说谎，谁又陪在身旁？视野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。爱指引的方向，会不会是假象？慢慢陷入无形的网，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点燃，模糊答案。爱能否带走我的不安？在对峙中试探，不想再我以为之前是我对你有偏见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在乎过吗？你都没有期待，谁又陪在身旁？是哪来的失望？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。爱指引的方向，会不会是假象？慢慢陷入无形的网，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点燃，模糊答案。爱能否带走我的不安？慢慢忘了试探，迎着光靠岸，你为我留灯一盏，不再孤单。冥冥中你是我的答案。阿晨啊，你在家吗？你怎么来这满屋子的酒味儿！哎呦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听虎子说家里没人管你，婶子给你做了饭，你快吃吃吧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这有了娃的女人就是不能要，这孩子病了，那还能顾得上你啊？更别说照顾你还有你妈了。三婶，什么孩子病啊？你不知道啊？他那儿子过敏了，在住院呢。我昨天在医院碰到了。我没跟你说他过敏吗？过敏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他昨天着急回医院，不是去医院找那个姓唐的，而是想出事。哎，阿晨，吃完饭再走啊！想想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想想，何雨辰。对不起，是叔叔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吃了烧烤。你看，叔叔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哇，是变形金刚！妈妈来了。想想，你先玩啊，好好恢复身体。叔叔下次再来看你好吗？好吧。
顾小姐，躺一声。妈妈，想想，这么乖啊，一个人坐这玩。想想可真乖。来，叔叔抱。我的新朋友给妈妈保护。等会叔叔带你去买飞机，好不好？只要想想没事就好，他们才是一家四口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找他干什么？他就是个混蛋。世事变化无常，也让你失去目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？如何能不设防？是否可以原谅？深爱的人都在说谎。不言5年前未婚生子给红父抹黑，你现在还让他回来？顾景阳，她是你姐。再说这6年拳击俱乐部落在你手上，年年亏损，要再不盈利，你就从集团滚蛋。好，6年前我能让何雨辰退出拳坛，把红富俱乐部推到行业第1，现在就能让他回来给我步景阳挣钱。但不言休想回步家。真有你的，不言都被赶出去了，老头子还惦记着你。不过你可真让我意外啊！你的老公竟然是何雨辰。好久不见啊，陈王！竞赛这么多年，拳风依旧不减当年啊。顾景阳，你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？别生气啊，陈哥。这次我来找你，是想邀请你参加一场拳王争霸赛，报仇封后。你还有脸跟我提拳赛？你不答应可以，红富的手段你很清楚。你见识过拒绝我的下场？啊？好好考虑考虑拒绝我的后果啊！给你3天的时间，筹码是你新媳妇。喂，她不是我媳妇儿，你拿她来威胁我，她还不够分量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越想看看她在你这儿够不够分量。不言留在这儿。道歉就免了。明天你回来一趟。什么事？妈妈。你们不要再吵架了，和好吧。为了想想，没什么不能忍的。
你找我干嘛？你东西在那儿，合约终止，合约金和买房子的钱我会退给你。何雨辰，你发疯也就算了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合约期限没到，你单方面解约是要付违约金的。你不是和你前男友已经和好了吗？干嘛还坚持这个合约？让他给你留种不挺好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帮你气你的前男友了。你想玩这种游戏，找别人去玩吧。何雨辰，我郑重的告诉你，唐泽是我的前男友，但我们分手了，我也放下了，我们没有复合的可能，所以我不会跟你解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无论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，我的决定不变，合约终止。何雨辰，你适可而止啊！晨，妍妍，哎，老嫂子，你当心点脚下，别走那么快。这就是那不言买的房子。哎，老嫂子，不是我多嘴，这儿媳妇就不能惯着。那个雨辰这老婆太强硬了，这刚来就非把你们家搬到这儿，到底是城里来的姑娘，还是嫌弃咱们农村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她平时衣服也不洗，饭也不做，就没见过这。妈，雨辰，你这臭小子！老嫂子，我先回去了，家里还有点事儿啊。哎，好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你说我怎么回来了？结婚照都拍了，家也置办了，为什么还瞒着妈呀？妈，我和不言他只是……伯母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你看，让你破费了啊！妈琢磨着回来给你们办个婚礼，你觉得呢？妈，好，辛苦伯母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辛苦妈了。哎，妈呀！就盼着这一天，可算是盼到了。婚礼不能办。为啥不能办呀？儿子，你是不是舍不得花钱？人家姑娘把家都给咱置办了，你不能连个婚礼都不愿意给人家办呢？妈，不是。你是想省钱给妈看病，妈知道。可是儿子，你是成了家的人了，以后这心里就不能只有妈，媳妇儿才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呢。姑娘，你放心，妈不能让这混小子委屈了你。婚礼，妈尽快给你办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妈，您刚出院，您先歇着。好，来，你这臭小子，赶紧去办。来，听到没？您歇着啊。过来。告诉你，这事儿你别管，走就行。凭什么不管啊？咱妈都说了想办，我本来是觉得无所谓的，但何雨辰，你要这样的话，这婚礼必须得办。不行，你来劲了是吧？喂，菲菲。喂，怎么了？3件事：一，帮我联系婚庆公司；2，不想今天出院，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；3，带不声不响过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哎呀，什么时候？明天。